大家好，我是 Somi。上一支影片带大家快速拿完了2周改版释出的新武学与新法，相信大家最关心的是这套唐横刀配上十方破阵的武学组合在实战中到底好不好用。接下来这支影片，我想纯粹以心得分享的方式分享一些我个人的看法，毕竟每个人操作习惯不同，大家就当做参考就好。先说明一下，以下全部都是讲 PVE。我这套武学在陆服玩了大概1个半月左右，进度只有到新法5重。所以没有机会体验到6重之后的效果。不过针对这1个多月的游玩体验，我有几个操作上的小技巧跟个人观点想分享给各位大侠。这套武学主要可以分成3种玩法：全唐、半唐与微唐，分别代表了纯唐刀、双切以及纯墨刀的玩法。主要是因为这套武学的2把武器都能当做主输出，但同时两边技能联动又是锁死的，所以完全没办法跟烈石威的武学做混搭。目前我们国际服拿到的烈石军其实是没有加强过的旧版本。跟陆服现在强化版相比，整个强度是差非常多的。等等，如果有机会，我会告诉你们这些技能心法的差异。在讲心法之前，我先带大家快速理解一下整套武学的技能逻辑。首先，这套武学的特殊技与部分招式是消耗专有资源刀式，跟部分武学特殊技是消耗耐力的逻辑不同。基本上整套武学不太吃你的耐力。我们先看十方破阵的特殊技幻千军。这招简单理解就是帮自己上一个增伤 buff， 后续在特定招式输出时会自动召唤出安息军来帮你增加伤害。实战中需要随时注意让 buff 保持常驻。而武学技燃齿魂这招可以蓄力3秒，让你在攻击的同时还能获得 15% 的气血护盾。但说实话，这招蓄力非常不划算，主要是这招武学技本身伤害就不高，实战中都是秒开秒放。有些玩家觉得这招伤害太低，可能连开都不开。最后是十方破阵的真正核心重击蓄力，这招伤害非常高，同时能触发幻千军的效果，但极度依赖心法孤中不迟。心法建议至少要到4重拿到心法效果，热血南凉状态下蓄力不消耗刀式的能力。这个效果是很重要的，因为没有这个能力，刀式消耗过快会导致后续技能循环出问题。这边分享2个小技巧。第一点，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判断哪个时机点是末刀蓄力完成的时间，我们可以透过幻千军召唤出来的安息军来判断。蓄力的时候会跑出安息军，等第2位安息军一出现，就是放开蓄力攻击的时机点。第2点，这招在蓄力的时候会建议锁定敌人，因为如果你不锁定敌人，斜站的安息军他会跑去打你人物前面的地板。接着我们来讲唐横刀，首先是特殊技飞鸿踏雪。这招技能需要消耗1格左右的刀式，这里官方的叙述有误，并非消耗2格刀式。短暂消失后对前方进行范围攻击，人物消失的时候我们是无法被攻击到的。但技能后段人物现身时，因为还在动画中，我们没办法卸视，也没办法取消技能。如果这时候 BOSS 刚好出招，你是没办法闪避的，只能硬吃伤害。吃饭完后会获得7秒的热血南凉的 buff， 这就是刚才提到的让十方破阵蓄力不消耗刀式的关键。但在7秒的限制下，最多只能打出3次满蓄的攻击，而且操作时间会非常赶，几乎没有容错空间。接下来是唐刀的武学技白刃杀将，这招技能结合了位移与输出，滑行时有短暂的无敌。如果第1段滑行没有攻击到敌人，可以再进行第2次滑行。滑行攻击到敌人后，可以再接最后1段的武学技能。这招必须搭配飞鸿踏雪，在热血南凉的状态下，最后一击会变成白刃杀将刺。这招吃下去能给敌人上一个巨刃的降防 debuff， 同时提高我们对该目标的输出伤害。并且最后1段攻击白刃杀将刺可以触发幻千军的安息军斜战能力。最后的2项是唐刀的核心，唐刀的轻级蓄力技跟派生技。蓄力技总上双，短暂蓄力后可以进行多段斩击，并恢复半格刀式。这招的主要功能就是回复刀式，以及当做后续派生技的触发前置。接着是派生技，派生技是唐刀最重要的核心输出。讲到这边会需要讲到一个心法，就是前面我们在师姐那边获得的心法双天白夜。这个心法是玩唐刀一定要装的。我们原本没装这个心法，派生技只能使用轻级这边的全下动。装上双天白夜后，重级分类会多出一个重级派生技拔雪寻春。这个拔雪寻春就是我们唐刀的核心输出，并且拔雪寻春能触发幻千军、安息军的斜战功能。前面轻级派生技全下动，大家直接跳过就好。这招的功能完全输给拔雪寻春，装了心法之后，它真的一点出场的空间都没有。那我们先来看双天白夜这个心法，那需要心法到达3重之后，才有办法让唐横刀玩家可以正常使用。主要是重级派生技拔雪寻春是整个唐刀的核心输出。心法到达3重后，我们可以透过轻级蓄力后使用拔雪寻春，或是利用义武技也能触发拔雪寻春。如果你心法没到达3重，就只能靠卸视才能打出这招。
心法有没有到3重，体感上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分水岭。接着心法4重效果返还 0.5 格刀式，在未来的版本，这个效果会直接被合并到3重里面。4重能力会变成多给予1层热血能量，同时释放拔血寻春可以消耗热血能量来增加伤害。最后是心法6重释放拔血寻春后，会给予一个免蓄力能马上使用的总上霜。虽然有6秒的冷却时间，但它能大幅增加唐刀玩家打出核心招式的频率。接下来分享一下这3种玩法的心法配置，这是我目前实测下来最推荐的组合。第一种纯唐刀流派，心法选择双天白夜、易水歌、穿喉诀、真人龟。流派特点，整个输出过程80%时间都只使用唐横刀，唯一会拿出陌刀的时机是为了要补 buff 换千军，是3个流派中最无脑、最简单的打法，同时也是3个流派中输出伤害最低的。第二种双切玩法，心法选择双天白夜、易水歌、穿喉诀、孤忠不辞。流派特点操作较为繁杂，会需要频繁切换武器，实战中会把热血能量的层数留给陌刀蓄力来打出爆发伤害。这个打法比较注重技能顺序，也是3个流派中我玩最久的选择。但如果操作能力跟我一样不是很好的话，会觉得玩到心很累。如果你对自己的操作很有自信，想挑战选这流派就对了。整体伤害略高于纯唐刀流派。第3种纯陌刀流派，这部分因为国际服热血能量的次数问题，最多只能满蓄3次重击，而陆服加强版是可以蓄力到4次，不太确定这样子国际服刀式够不够循环。我原本选择的心法是双天白夜、孤忠不辞，剩下的2个心法可以从易水歌、威猛歌、真人龟去做挑选，但目前版本只能蓄力3次，玩起来会跟双切玩法蛮相似的。想尝试的玩家，我会建议等未来的版本加强。最后总结一下我对这套猎食军的武学心得：第一，武器机制完全锁死，无论是唐人刀的拔血寻春，还是十方破阵的重击蓄力，这2招强力输出都必须互相吃到对方的 buff 才能有较好的伤害表现。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头说这套武学不适合做混搭，这方面也是我觉得这款游戏比较可惜的地方。第二，核心输出以外皆为工具。除了我刚才提到的2招核心输出，你会发现其余的特殊技跟武学技伤害表现都非常平庸。这些招式的定位就是来拿 buff 跟给敌人上debuff而已。第3，猎食军的玩法有较多的前置作业，这套武学会需要玩家一直重复的去补状态，例如帮自己上幻千军的 buff， 或是补热血能量的 buff， 同时还得给敌人挂上巨刃的debuff等等。在这所有的前置作业都到位后，你还得抓准时间，想尽办法在 buff 期间多打几轮核心输出招式。这整套流程对我个人来说真的非常繁琐，因为一场副本之中需要一直重复补这些状态。这方面可能也是因为我是无名玩家转过来的，所以面对这种操作较为繁杂的设计，我个人真的不是那么喜欢。大家可以利用每个赛季都有提供的免费心法置换去尝试看看猎食军的玩法，但要记得免费次数一定要先算清楚，万一之后不习惯想换回原本的心法，而免费额度用完了，到时候每转换一个心法是要消耗1000长明玉的。那这次的心得分享就到这了，如果你有不同的搭配或见解，也欢迎大家一起在留言区讨论。如果我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帮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是 Somi， 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